BP， 在蓝色方的杭州 LG DMBW， 红色方的是重庆狼队，依旧没有做换边。盾山还是送上班位，刚消耗了空空儿，狼队应该还是搬个鲁班大师，先一手吃叉，再看一下 LGD 搬不搬元辅 ，LGD 如果搬元辅的话，那狼队就搬鲁大。元辅，这就是换班位。那这鲁大可以拿了。像现在1楼的选择上 ，LGD 女娲、海月和苏烈，这3都是可以作为先选，然后看一手狼队。狼城在，故乡就在。拿个苏烈，苏烈现在有一种体系之下第一辅的感觉。对，是这个英雄，他是不看射手的。对，这个英雄他纯是你哪怕拿个李元芳，我都能给你把下路第一波线抢到手，你跟着我就行了。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本猫。沈梦溪，看样子狼队要做强中轴了。不过 LGD 一样也能做强。你既然拿沈梦溪的话，那 LGD 可以考虑海月配苏烈，或者是火舞，或者是嫦娥都能用。对，但张飞确实是一个比较好去跟苏烈做对抗的英雄。就你过来想开的时候，张飞是很好断你的。对的，张飞可以在前点，因为坦度也够硬，可以扛消耗，同时去影响苏烈进场。哇，打死命！当无情。这英雄一出中轴，我感觉挂一个稍微能有线权的英雄，也是能够稳中线权的，已经很强了。对。而且英雄充沛，后面狼队3个班位不够。他假设真把刚才说到的什么海月、火舞、嫦娥搬了，还有小乔。对。阿古朵，你拿大司命，我拿阿古朵，没什么问题。接下来就看狼队的 BP 了。狼队这是个偏消耗的阵容啊。前3手看着应该是打阵地战的，那射手上应该是要拿一个配合打阵地战好打的英雄了。打阵地战比较好打的，但是在线上又能够去跟苍打对线的。先把海诺给他处理掉，海诺是比较好去打阿古朵以及去跟沈梦溪抢中轴的。然后目前的狼队的这个阵容，虽然说阿古朵比较好去抽海诺状态，但是想秒他有点困难。戈亚先搬了啊，戈亚是打正面比较好留前排。表哥表弟进行 A 组，抽签的时候不是说了个表弟想打 AG， 这最起码得保一帧 S 嘛。先赢下第1场就有机会。对，因为这个2组确实太焦灼了。2组，戈亚、艾琳2个比较强势的射手都搬了。那狼队搬完火舞搬了个关羽，关羽也是打中轴厉害的。是少有的那种对抗路可以一直往中路支援的英雄。已经搬了2把关羽了，第1把自己用了关羽，然后第2把、第3把都是在后置位搬掉关羽。敖影这个英雄也不能放。对，敖影是一个打仓比较好用的射手。对。那狼队现在有射手上狄仁杰，看他要不要拆开来。孙尚香这也拆了。拿孙尚香去打仓，不是很好用。我觉得你这样其实也没必要，真山就给他就这么拆掉了。你倒不如拿孙权。对，孙权可能就是前期太逆风了。那阿古朵前期也是个野区弱势点，还是拿孙尚香。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，LGD 确实也没有什么英雄可以威胁到孙尚香。天下2个长手嬴政，朕无尊。来去跟沈梦溪抢中轴，这个主要是为了打中轴对抗的啊。变成司空震，司空震的话，现在青青这边狂铁是已经用掉了的。他接下来打着司空震的英雄都是要对线劣势，有外面有夏洛特，有曹操，有影有马超，都不好打，就看他选哪个了。应该会考虑一个比较好去切仓和嬴政的英雄。不是，真的要是打对抗，能够对抗的话就打抹，对吧？但也仅限前期。对。这时候考虑一手团战如何去跟张飞打配合去切仓和嬴政。天不生老夫子打对，忘了，对不起。这轻轻的一手绝活，而且老夫子打司空震确实之前老早去年樱花就跟我说过这英雄 OK。
只是用的人少啊。这把可以看一下，青青也是个老夫子。对，这是真的老了啊。这个英雄是青青的压箱底，绝中绝。对，就除了双马以外，就一关羽、一马超以外的另一个一关一马加一老，是吧？是的。这英雄我们给他忘掉了，给他漏掉了。这在10楼选出来确实效果很不错，而且这个老夫子啊，你让他发育起来，他比张飞还肉。到后期狼队阵容好打啊，有点肉啊，临阵耗不动。但这把就是要在前期上半图要稍微难过一点。对，阿古朵加老夫子，但是拖到阿古朵2件套就好打了。但 LGD 中轴强。LGD 在第一把打完了之后，漠然教练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。是的，只要中轴强，小洛就不会压得很惨。对，会有队友在清完中线之后，只要给个视野朝小洛那一方倾斜一下的这种视野，狼队就不是很好去压了。前期就让小九一个人去跟道仔单玩，你看上一局比赛不就是吗？对的，上一局比赛那哥呀就跟他单玩，一个人在下路单玩，不管你是换线还是不换线，反正我在下路让小九一个人单玩，其他人中野辅抱一块无限去帮小洛造优，只要小洛优了 ，LGD 就好赢。这是 LGD 这么多年在小洛加入 LGD 以来一直以来的我们聊的东西，一个取胜之道，就洛神强 ，LGD 就能赢，让他优，小洛炸 LGD 就比较难赢，但是在被动。去年夏季赛的有一段时间之内 ，LGD 它其实是有点让我们对它这个改观了，因为小九和小仔站出来了。对，小九能够负责团战给到大量的输出，以及小仔的开团，会让 LGD 多了一种胜利的方式。然后这把给小仔选的是苏烈嘛，也是个开团辅，对，符合他的风格。上一把米苏也拿了 MVP。就光今天来讲的话。我觉得小洛要格外小心的人是子焕。子焕今天这一手中路喜欢住在上路。你还真别说，他一把小乔，一把不知火舞，他就是资源不拿干净他不走，甚至说还会在没资源的时候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啊。尤其是那把小乔，一直在给，一直在给，不断的在往上路去靠。是的，像小乔、火舞、沈梦溪这3个英雄都是在4级前很容易造击杀的英雄。对，他把上半图的压力给满了，那一技能就等于是你让了 LGD 上半图这边就发育不起来，断了 LGD 一臂啊。是的，看看这把能不能防住啊？就是中路九尾盯对位，子焕一消失直接爆 miss， 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缓解压力的一点。来吧，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，究竟谁能够率先抢进赛点？进入比赛，我是酒瓶子，我是解如黄超，比赛开始。全军出击！初心荣耀！初心荣耀！初心荣耀！司命下路开，又是这种方式啊！今天晚晚没边开，米苏倒是一直边开，开了2把，好像 LGD 他在中轴强于对面的时候，都会选择让米苏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局。对，然后米苏从下路往上刷，因为中轴强，他能帮忙看一下蓝区，然后还对面进，稳定帮忙下路拿一个红损的优势，然后劣质也不会丢，然后同时第一波线刷完了之后，还可以帮一波上路小洛。对他这种布局的话，就是所图比较大了啊，3线优势全都要，而且还可以带着仓吃一波，然后让九尾去帮他提速，然后中路这波线也拿，并一波要往上转了，然后继续去自己的蓝区去刷蓝。不过这时候是阿古朵先出野区的啊，连续2把了，如果下一把的话还是这么玩，我估计狼队要有所作为了。下路，但是闪现没打出来，小九被打到了残血，第一视角给到了道仔。苏朗香打仓就是看他2技能能不能砸到，砸到的话就有机会耗一波状态。哎，又砸到了。哇，这波还要吃钱。再往前的话，我感觉道仔要叫闪了。大司命传下来了啊！3个人都靠了过来，仓这一波一丝血啊，已经等于是没有这个人了。下路毕竟是4个人，苏烈没有必要再去交这个被动，啊，先放回来清就行。就是选孙尚香的原因嘛，孙尚香打仓，仓只要上来补刀，
孙尚香就翻滚上去，瞬间贴脸，2技能命中，一套爆发。看得出来道仔他用孙尚香打仓还是很有心得的，每次都能吃准小九他要跳射或者是走上来用个2技能都能打到，打到就是一枪。他其实这样兑换血量怎么都赚。他其实用残血的前排兵诱惑他。是的。差不多，禽兽砸中了，什么东西再来，然后张飞再喷大，再来一颗雷，米苏直接被控死了。他在旁边，苏烈吃到老夫子的捆，再被集火一波，应该也是走不了的。小仔也阵亡，李指导已经扫完了，死鬼也交完了大招。这波河道的遭遇，野辅是被狼队逐个击破，而且也去掉速率了。因为大师妹这波阵亡前家里野区是刚刷的。现在阵亡再跑出来，人家阿古朵做完事情，然后再刷下一波，还是会让阿古朵先做到事情。其实这一波也是速率问题，因为 LGD 它毕竟出野区的时间要比狼队更晚，所以它主要是卡的狼队的一个山豪刷新，卡狼队山豪刷新之后选择去偷一波，但在偷的过程当中被人家抱着打了一波。对，但是你这波红区你自己也刷了，对吧？对的，想赚的更多。结果亏了大了，被狼队设计了一下。狼队对这个山豪还是有防守的，对，都叫老夫子一起过来了，做了个网，把这个大司命给网到了。主要是刚刚他自己家的山豪也在。婉婉先使出的冰矛。现在打大司命都是一个冰矛加末世，就这2套。看看这局比赛的预测，哦，8个人看好杭州 LGD NBW，14个人看好重庆狼队，分开了。九尾开大把婉婉给逼走，不让他换龙。第一条暴君是被杭州 LGD NBW 拿到的。拿完龙之后 ，LGD NBW 就可以策划一下中转下推塔的一些节奏了。还想看这个山豪，想反没成功。反正狼队在上一波都没给你反掉，这一波就更没有必要给你反到了。他提前量都做好了。老夫子刚刚也是依旧往这边靠的，附着其中。想来上路压一波，提前有防守。九尾和小仔之前就已经落位了，直接扫大。但是小九就难受了，尾喷端吼到，跳一下孙尚香2-1A， 再来一炮有机会吗？张飞后续补了尾刀伤害，带走了仓，但自己这个位置变成普通形态，阿古朵过来接应一下，带着红 buff。这波想追往生毒大招没做到，最终被张飞的2技能给跳走了。但下路有兵线破掉了下一塔，但是后续苏烈跟过来补了一波控制，将张飞给推了回来，自己打出了被动，而张飞被大司命给吸死。这波是为了越塔击杀小九，但最终狼队只死了一个张飞，还是很赚的。辅助换了下一塔加一个射手，对，非常赚。还让老夫子在中路带了波线，老夫子还能回上再吃一波。青青这波发育的也很舒服。小九换到上路来发育，也是不敢吃这个兵的，得让队友过来保。青青上去给压力，把人赶走。大司命来了，没用，没用，保不住，老夫子直接闪捆，捆到大司命，张飞就在旁边，但张飞手里没有大招。给一个减速，大司命扛不住，直接被秒掉，瞬间集结5个人。是的，青青这个闪捆啊，很果断。对，太果断了，出手快准狠。他看到小洛在下路，而且是看到沈梦溪过来了嘛。沈梦溪一个带梦魇沈梦溪过来，你配合老夫子可以对大司命在消耗上面耗很多血量。然后如果再有张飞补一手控制的话，那就可以造击杀了。而现阶段的大司命经济也不高，虽然出的是肉装，阵亡2次，这大司命已经没什么强度了。对，
婉婉现在经济越高，大司命越扛不住。婉婉现在核心两件套已经有了，见人就捆，捆到就集火，小仔直接被秒，也没有被动。现在放在青青老夫子面前的杭州 LGD MW 的阵容是没有前排的，来谁捆谁，一个大招一波节奏。对，有大闪捆后排，没大闪就用大招捆前排。 阿古朵和沈梦溪的伤害目前也是很够的，阿古朵末世也有，沈梦溪也马上2件套了。小九被消耗一波，这个中塔守不了，也不敢守啊，老夫子靠过来了。刚刚老夫子在下路露头带了波线，如果中路这波防御塔在守的话，因为老夫子视野消失是在往红区的方向消失的，他怕老夫子从塔后面钻出来。苏烈位置还不错，这波有奔狼有闪。 看道仔，只要一个翻稳过墙，就会被开，很稳，隔着一堵墙清线。又来了张飞来了喷到，什么东西再来哇！跟阿古朵的 combo 控制链跟满了，但是苏烈这波拍的也不错，直接把苏亮推到队友的脸上，直接把苏亮秒了。尹正豪直接跟过来，老夫子这一波交大招撤，交闪现跑。大司命换个孙尚香。 总的来讲的话 ，LGD 看着能接受，但这个红被反了，狼队还更赚。是的，还是狼队更赚。毕竟进攻方是狼队。龙还能控一手，婉婉有个成绩，稳定拿下。接下来等10分钟的节奏了。 10分钟的节奏上来讲，苏烈闪现还有个70秒，但张飞是有大的。 还有个70秒的话，估计得拉扯一下，把苏烈的闪现给拉扯好再打。狼队这边也是要等闪现，双方应该都在刷龙的第一时间要互相消耗，不会真打。把中线清完，老夫子带上。这波老夫子是可以考虑传送保兵的。 选择了传下，这个站位不知道 LGD 会不会选择换龙？让其荒野。狼队目前能够阻止他们换龙的人，老夫子、张飞，再往这边靠，被大司命吸一波，没什么伤害。 四公阵连吃2波线，双龙刷新，想要再补件装备出来。好，凡家有了，对，这波红要刷新了。九尾这个大招的角度就是为了把狼队的人从河道位置赶走。但是这个龙刷的有点快，直接把龙要秒了。大司命给个1技能过去，想要尝试一下，没想到压不下去啊。而且刚才特别想等小洛拿完这个红 buff 来打团战的，因为当时4公阵吃了上线，吃了下线，把反甲做出来，如果再带个红能打这一波的话，会更加的有把握。两边红区都是同步刷新的，但是狼队并没有回去拿这个红，是的，他选择的是 rua 龙。狼队非常果断。对 LGD 这个阵容啊，他如果让4公阵去拿红的话，其他人也不敢往前伸头，伸头就会被打状态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就是嬴政这个点打到中后期，打狼队这个阵容很弱，他的消耗起不到什么很好的效果。可以挡一部分，然后双前排老夫子加上张飞。对，老夫子可以开2档，张飞还能再套个盾，根本不怕嬴政的消耗的。嬴政只能在前期的时候对着清中线。 会有点强度，可以保证中路有线权。配他们这个阵容。这把选嬴政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其实就聊到了嘛，这把选嬴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前中期抢中轴的，但是在团战层面确实会被挡。老夫子这个大招空了，没有捆到人，苏烈直接大招拍完了之后2技能顶回来，老夫子开了2技能，但是看能不能扛得住。苍生这一剑并没有能够把他给击杀掉啊！4公阵开启大招直接往前去，但是要被扣，1技能拉扯开来之后边打边撤。 但是状态下不下去呀、加了1层的护盾上来之后，继续完成反扑，反而把小九给冲死了，双边全部倒地，打野也阵亡。阿古朵追上去之后，又将嬴政给击杀，老夫子一个残血的2000血，老夫子大招已经好了，直接捆到了苏烈，沈梦溪直接进到龙坑里，配合队友一波击杀，团灭了杭州 LGD MW 0换5的团战。下路有兵线可以完成一波，让我们恭喜重庆狼队2比1率先进入赛点。
最后一波团战就是青青的老夫子把伤害全部吃完，幸的张飞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拆火。然后 LGD 一波技能的真空吸直接是吃到了狼队的反扑，再加上老夫子。